好，那么在我们说完了这个华为的 ENSP 的下载以及安装和一些基本的操作以后呢，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章节，叫做小范围局域网。那么我们了解了 IP 以及网络协议内的一些基本常识基本知识以后，那么我们就开始要搭建一个最小型的网络，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最小范围，通常是在一个房间或者说几个房间里边，我们搭建一个小范围的局域网。那么在搭建局域网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通过华为的设备怎么去操作它，然后来完成这个东西。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华为设备的基本操作。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里边呢，我们分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VRP 的概述是一个概述的东西。然后我们要看到我们后边的组网配置环境的搭建，以及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基础配置和一些最基本的配置内容。好，首先我们来看 VRP 的第一个概述。那么 VRP 叫什么呢？ VRP 的全称叫做通用路由平台，它是华为根据这个我们数据通信的一些特点，那么为数据通信的产品所做的一个操作系统平台它是一个操作的平台。那么它以 IP 业务为核心，采用了组件化的体系结构那么在实现了丰富的功能的同时呢，提供了很多的基于应用的一些这个扩展的功能这个后面呢一些功能和一些应用我们会逐步的去谈到它。那么最主要的，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 IP 业务为核心的，也就是说，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基于 IP 进行转发。当然一些其他的相关功能它也是必须要具备的。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 VRP。对于 VRP 来说呢，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它的这个路由平台呢我们都知道软件或者说操作系统其实呢都是有一个版本号的这个支持的和变更的。最早的 VRP 版本呢叫 VRP 1点几就是1点几版本。然后呢它逐步升级到了3点几版本。现在呢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设备呢是我们的 VRP 5点几的版本。在我们的 ENSP 里边模拟的设备也都是 VRP 5点几这个版本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设备都是 VRP 5点几的这个版本。那么 VRP 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操作系统，而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操作系统它是一个网络操作系统，它可以支持多种设备，并且提供 TCP/IP 的基于 IP 的一种服务。好，下面我们来看配置环境的搭建。对于我们的设备来说，无论是一个真实的设备还是一个虚拟的设备，那么我们想要去操纵、去管理、去完成这个设备的调试，那么我们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一个叫做 console 口进行配置。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一个叫做 Telnet，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协议 Telnet 这个协议，然后通过 Telnet 的方式来进行配置。那么这2种配置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通过 console 口的配置方式呢，我们叫做带外就是我们的配置呢就是配置，那么它不影响任何的业务。而通过 Telnet 呢，我们相对来说称之为带内，它是通过 TCP/IP 通过 IP 地址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么一个配置。所以说它俩还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设备，注意在这儿我们要说明的一点是，基本上任何一个设备在第一次配置的时候，大多数我们都会采用 console 口。因为当一个设备刚刚出厂的时候那么厂商是不知道你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 IP 地址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给你去配置一个 IP 地址可能我们某些家用设备他知道我们反正又用192的或者是什么的那给你配这个 192.168.1.1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商用的或者说一些性能比较好的这种功能比较全的这种设备来说，它是不知道你用什么地址的，那怎么办？你只能通过 console 口来配置。当你通过 console 口对设备做了一些基本的配置以后，你将这个设备放到机房去，或者放到某个地方去，然后你只要通过 IP 地址能够进行管理，那么你就可以通过 Telnet 方式进行一个配置了，以后就不用再 console 口了。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console 口的配置。对于 console 口的配置来说啊，任何一个设备都会有一个端口叫做配置端口，叫做 console 端口。那么这个端口它的长得和这个网线是几乎一样的啊，就是长得也是一个网线头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个地方是不能插网线的，要插专门的配置电缆 console 线啊，我们叫做 console 线，要插专门的线缆。这条线缆在你买设备的时候会随机附送，但是这条线缆注意，一端是你可以接到路由器或者接到一个设备上的端口，那么另外一端注意，它可不是一个网线端口说插到你的 PC 的网口上去，而是什么呢？它叫做232接口。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大部分的台式 PC 上啊，你看它背后都会有一个9针的那么一个接口，我们叫做串口。也就是说，它的那个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啊，一般是 D 型头，然后呢这边是5个针，5啊，这1、2、3、4啊，就是一边是4个针，一边是5个针，是这样一种接口。可能有同学见过一些老式的鼠标，老式的鼠标呢可能还用这种口，但是大部分的笔记本上面是没有这种口了，那怎么办？啊，2种解决办法。第一种解决办法，通常作为一个调试网络设备的工程师来说，一般自己都会备有一个叫做 USB 转串口啊，或者叫做 serial， 或者叫做232，反正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通过 USB 转成这个232接口，然后把这条线路接在那个232的那个接头上啊，系统会通过这个 USB 口模拟出一个串口来。当然，这个东西啊是你自己要去买的，这个厂商不附送啊。这条线路、这条线缆厂商是附送的，但是这个东西厂商就是那个 USB 转接口，厂商是不附送的，你需要自己去购买，大概几十块钱吧。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工程师没有带这个线缆，那你就没有办法调试设备，怎么办呢？华为呢还给出了我们另外一种配置，华为在设备上做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手机充电线那样的一个 USB 口。啊，华为的设备呢很多呢都会提供另外一种配置 console 的方式，就是像手机的充电电缆那样的 USB 口，这边呢是一个小的 USB 口，这边呢直接接到这个 PC 上啊，接一个大的 USB 口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东西也不是即插即用的，而是需要有驱动的。就是说 USB 的东西插上去以后，你要去华为的官方网站去下载一个驱动，然后把这个东西驱起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由器啊，它或者说是看一下交换机，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界面。我们打开 ENSP。我们打开 ENSP， 从里边呢，我们把这个删掉，我们重新拖一个出来。我们从里面呢直接拖一个那个设备出来啊，无论是 AR2200还是其他的，只要你别拖这个 router 啊，别的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再拖出一个5700的交换机来。对于这个设备来说，我们右键它，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设置，你点一下这个设置啊，这时候出现这样一个界面。注意，这个界面里边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设备的一个真实的照片，上面这个部分呢是路由器的后面，我们叫做背板，下面这个部分呢是路由器的前面，我们叫做前面板，如何分前后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商标在哪儿，哪儿就是前面，那个商标后面没有商标，那就是后边。那么对于这个东西来说，注意，这块我们来看前面板这块是电源，而且这儿有一个开关而且这儿有一个开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些接口，这个是主机自带的一个物理接口这些接口都是以太网接口都是以太网接口是可以用的。然后在这儿呢有一个 TF 的卡槽，是说这台设备可以外接存储设备可以外接一个 TF 卡，当然它里面自己会有一点点的存储能力。然后这儿有2个 USB 口，这2个 USB 口呢可以去接 U 盘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拷贝一些东西，你可以直接去接一个 U 盘，当然要有特殊的操作。还可以接一个就是3G 上网的那个适配器当然这个很少用得到了。然后注意看这2个接口，这2个接口在路由器上，这个口就叫做 console 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长得跟这个以太网口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注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线缆是不一样的，它叫做 console 线缆，它是插那个 console 线缆的。为了防止我们没有带这个 USB 转接器，所以说华为还给了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跟手机上特别是这个安卓的手机都用 USB 充电
啊，那么就是跟手机上一样的。你说你这个跟苹果那个充电线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USB 口。那么对于这个 USB 口来说，啊，它是可以直接用一个类似于手机充电线那样的一个线路啊，那样一个线就直接去连上的。当然了，啊，我前一阵子也刚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拿了一条给手机充电的那个 USB 线，但是插上去以后呢，发现没有办法配置。为什么呢？手机的充电线有两种，一种是只能充电的，一种是可以往手机里面导数据的。你一定要用那种可以往手机里面导数据的才行，啊，这个地方要记住。然后大家要记住的是，这两个端口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端口使用，就是说它们两个是互斥的。你要么用这个长得像网线一样的这个 console 口，要么用这个 USB， 两个不能同时使。你说两个同时是吧？一个接这个，一个接这个，这个不行。好，这个是后面版，前面版。下面我们来看后面版。后面版呢给了一大堆的窟窿。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做扩展插槽啊，或者叫做扩展卡槽，可以加什么呢？可以加很多的扩展接口板啊。我们之前呢在谈到路由器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路由器可以适配设备之间，或者说可以适配网络之间的这个速度，同时呢它可以接很多的，还有丰富的接口，可以接很多的线缆。它的线缆，我们模拟器上所支持的板卡是有限的。啊，实际上你真的想用哪些板卡，你可以去找经销商去咨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板卡。那么在我们的模拟器上面下边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拟器支持的板卡有多少。好，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啊，这个叫做这么大个啊，这个是4个 GE 啊，这是4个以太网口。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是比较常用的，这个个头比较小啊，这个叫做2个串口啊，注意啊，这个叫做2个串口。这个东西后期我们会被我们用来模拟点到点链路和针中继链路，啊，我们目前只用到这样的2种端口啊。通常呢，我们这个口和这个口就够用了啊。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看主机本身提供了一些这个以太网口，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网口，基本上就够用了。当然它还支持一些其他的端口，比如说这个24GE啊，这个就更大了。我们来看，你要不想要的时候，你把它拽下来，然后呢，你把这个拽上去啊，这个就更大了，提供一个24口的这个交换网板啊，那么这个就路由和交换呢就放在一起了啊，这个设备的功能会更强大一些。好，要注意的是，电源在关闭的情况下才可以加这个接口卡。如果你说我加完了，我想点一下这个开关，这个开关是能点的，那么这个设备就会启动。在启动以后，你再加这个接口卡，你看就加不上去了，啊，就说明我们实际的工作中也是一样。一个设备基本上啊，大多数的设备都是需要什么呢？大多数的设备都是需要在这个断电的情况下去加这个各种的板卡啊，不能说是这个有电，然后就直接热插拔这些东西。当然，有一部分高端设备是可以支持热插拔的啊，那个是为了这个电信级别啊业务不停顿而使用的。好，这个是我们的路由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交换机，依然是点配置啊，右键然后点配置。这个地方注意啊，大家注意啊。那么在这儿呢，交换机上面啊，我们这个5700呢，它还模拟了2个啊主备电源。那么平时呢，一般只插1个就可以了。然后注意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 USB 口，但是这个 USB 口不能提供配置。对于交换机来说，我们只能通过 console 线缆，然后加上那个 USB 转接头啊，然后拿你的笔记本电脑去配置。它没有那个 USB 的那个配置端口了啊。对于交换机来说，现在是做不到没有 USB 的。后边的这些就是平时我们交换机上所接的那些线路啊，接的那些线缆。啊，这个交换机是很简单的，而且呢，我们在这儿提供的这个交换机呢，是一个盒式的交换机，或者叫做固化的交换机，不支持这种各种板卡的这个安装，那么底下呢也就没有各种板卡的这个配置了。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交换机。啊，2种方式的第一种方式，那么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console 口的配置。好，休息一下。